想要在 YouTube 上面获得订阅者还有观看量，那么就要通过 YouTube 演算法这个纽带去帮助你获得。YouTube 算法会储存你所有影片的数据，然后根据这些数据去找到合适的观众，让这些观众观看你的影片。如果你想要让 YouTube 算法把你的影片在正确的时间展示给正确的观众，你就要知道它的运行原理。所以今天这期影片我就解释给你最新的 YouTube 演算法是什么样的，其中包括 YouTube 演算法会根据什么来决定哪些影片出现在观众的 YouTube 首页，还有它如何决定影片在搜索结果里面的排名。在看完这期影片之后，你会更好的利用 YouTube 算法去帮助你获得更多的订阅者还有影片的观看量。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频道，我是 Grayson。如果想通过 YouTube 频道在网上打造自己个人品牌，欢迎订阅我频道，是完全免费的。在底下描述栏也有很多进 YouTube 频道使用工具。所以到底什么是 YouTube 的演算法？首先大家要明白一点， YouTube 的演算法不是为创作者而设计的，而是为观众设计的。演算法的工作就是观察观众还有他们在 YouTube 上面的观看行为。所以很多人会说 YouTube 算法不喜欢自己的频道，不喜欢自己的影片，那是非常错误的想法。因为 YouTube 算法本身就不是为创作者而设定的，它的存在是为了让观众有更好的观看体验。所以你就会发现，你 YouTube 首页上面的影片和你朋友 YouTube 首页上面的影片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 YouTube 算法会根据每一个人的观看行为来量身定制每一个人的 YouTube 首页。之所以 YouTube 演算法会专门针对观众，那是因为如果这个平台想要盈利，就需要吸引更多的观众来到 YouTube 这个平台上观看更多的影片，让他们观看更多的广告。所以它的演算法要尽量保证在吸引来观众之后，让他们停留在 YouTube 平台上越久越好。为了达到这一点，现在 YouTube 演算法会预测观众喜欢什么样的内容，然后提前展示在他们 YouTube 首页上。它会根据观众的观看历史还有他们设备上的 cookie 就是服务器暂时存放在你计算机上面的资料，这样好让服务器来辨认你的计算机。很多网站会根据 cookie 里面内容来判断使用者，从而送出量身定做内容。举个例子来说，你在 Google 里面搜索索尼的相机，那么就会发现在你之后浏览一些网站里面就会跳出很多索尼相机的广告，因为这些网站通过 cookie 里面就知道你最近对索尼相机感兴趣，所以就会不断推送关于索尼相机的广告。所以 YouTube 也会知道你最近对索尼相机感兴趣，就推荐给你一些索尼相机测评的影片，因为这是你感兴趣的话题，所以就会留在 YouTube 这个平台上更长的时间。那么 YouTube 演算法会注重什么去决定推荐给观众哪些影片？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误解，他们会认为只有用好的设备、好的制作得出来的影片才会被 YouTube 算法推荐，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要记住， YouTube 的演算法只是 YouTube 的程序员写出来的代码，算法并会像人一样去看到这部影片拍摄的有多高清，里面拍摄的画面有多么华丽，他们只会读取每部影片的资料，所以算法最终会看重观众对于这部影片他们的反馈如何。也就是说，如果他展示给了一些观众，到底有多少观众愿意点开这部影片？如果有些观众点开了这部影片，他们是否愿意继续往下看这部影片？这才是 YouTube 算法看重的。就比如说 YouTube 演算法把我这部影片推荐给了你，你不感兴趣，你没有点开，那么就是给 YouTube 送出一个消极的信号，他就会认为你不是这部影片的受众，就推荐给其他的观众。如果你点开了，那就给 YouTube 一个积极的信号，认为你感兴趣这部影片。但是如果你只看了30秒，那么又会给 YouTube 一个消极的信号。虽然一个人的反馈不会导致YouTube 算法有大的变动，但是如果有非常多人都是有同样的反馈，那么就会影响 YouTube 算法决定。其实 YouTube 这个平台不止一个算法，现在 YouTube 平台有2个主要的算法，推荐算法还有搜索算法。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搜索算法，因为 YouTube 和 Google 一样是一个搜索引擎，所以很多观众都会来到 YouTube， 在搜索里面输入他们想要的内容，然后 YouTube 算法就会根据他们输入的内容去给他们匹配最佳的影片。这其中的运行原理就是 YouTube 演算法会读取每一部影片的元数据，这些元数据就包括影片的标题、描述栏还有标签，还包括你影片里面所说的话，还有搜索信息等等。YouTube 算法会读取这些元数据，去看看哪些影片最匹配观众所搜索的内容，然后就会呈现在 YouTube 的搜索结果里面。对于影片在搜索结果里面排名， YouTube 算法会根据影片内容和观众搜索内容的相关性，还有观众对于影片的反馈。观众反馈越好的影片，它的影片排名就会越高。因为如果一部影片观众反馈很好，就会让他们观看更多的时间，就停留在这平台上更长的时间。所以作为一名创作者，如果你想要针对 YouTube 的搜索算法，那么就要去预测观众对什么样的话题感兴趣，观众正在搜索什么样的话题。我一直使用的工具就是 TubeBuddy， 我会输入一些关键词，然后 TubeBuddy 就会告诉我这个关键词在 YouTube 上面的搜索量，同时我也可以看到这个关键词的搜索趋势。我可以选择过去30天的搜索趋势，
也可以选择1年12个月的所有趋势。如果发现这关键词的所有趋势是上升的，那么就证明观众对这个关键词感兴趣，对这个话题感兴趣，那么就重点制作相关内容。如果发现最近这个话题观众不感兴趣，那么会等到观众对这个话题再感兴趣的时候再制作相关的影片，因为根据观众兴趣去制作影片，你会得到额外更多流量。所以你整个的影片制作流程应该是，你去找到高搜索量的关键词，然后围绕这个关键词去制作影片，然后输入一些合适的元素句，去更好的帮助 YouTube 算法理解内容。这样观众在搜索相关关键词的时候，就会搜索到你这部影片。然后 YouTube 算法也会记录观众的反馈，根据一段时间观众对于这部影片反馈来提高或者降低这部影片的排名。这就是为什么你搜索同样的关键词，在不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部影片的搜索排名都会有变化。接下来再说一下 YouTube 的推荐算法。YouTube 的推荐算法相对于搜索算法是更加复杂的。对于 YouTube 的搜索算法，你可以使用一些方法，像使用 TubeBuddy 这个工具，去帮助你找到观众对于哪些关键词感兴趣，然后你可以制作出一些针对性的内容。而 YouTube 的推荐算法是 YouTube 算法根据观众的观看行为来预示他们感兴趣的内容，像是通过观察他们的观看历史，还有他们计算机里面的 cookie， 从而推荐相关的影片。其实你也可以预测观众最近感兴趣的话题。现在 YouTube 后台数据非常全面，你可以来到 YouTube 工作室，选择数据分析，然后选择观众选项，在这里就可以找到观众感兴趣的其他频道，以在最近7天他们感兴趣的影片。这就会让你知道你的观众还感兴趣其他什么样的频道，你也可以从这些频道里面得到一些内容化的启发。如果你的观众在最近7天都在看那些影片，你也可以看看是否有你合适的话题。如果有合适的话题，你也可以想想如何做出你自己的版本，同样也能够吸取观众注意力。另外一个我发现 YouTube 算法和推荐算法的不同之处就是标题的形式。如果想主要针对 YouTube 的所有算法，那么你的标题可以非常直接、非常直白告诉观众影片的主要内容。例如我这部影片，我可以把我的标题取成 YouTube 演算法的最新解析。如果有观众搜索 YouTube 演算法，就能够清楚的知道我的这部影片是他们需要的。对于使用 YouTube 搜索栏搜索问题的观众，其实他们心里面已经有明确的目标，就是想要找到特定影片去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如果你影片标题能够非常直白地告诉观众影片的主要信息，那么他们是非常愿意点开的。而对于 YouTube 推荐算法，当 YouTube 算法把你的影片推荐到观众的 YouTube 首页上时，你的标题需要融入更多情绪的元素，因为在这个时候观众只是在浏览他们 YouTube 首页，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想要看什么样的影片，他们心里面没有一个明确目标。在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标题里面能够融入情绪的元素，那么就能够很快和观众产生情感联系，一下子抓住他们注意力。还是以我这部影片作为例子，如果使用的是 YouTube 演算法最新解析作为标题，那么就很难一下子激起观众的兴趣。但是如果换一个标题形式，例如你该注意了，现在 YouTube 演算法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就会有很多观众好奇现在演算法到底是什么样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观众情绪在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就被带动起来了，就会想要点开这部影片。在你 YouTube 后台，你也可以看到 YouTube 是否有帮助把你的影片推荐到观众的 YouTube 首页上。你可以来到 YouTube 后台，选择数据分析，然后选择覆盖面，在底下你就能够找到展示次数及带来的观看时长。这个漏斗图就是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运行的过程。它首先会给一些推荐次数，在首页上面推荐，还有观看页面上的推荐，展示给观众之后，就会计算有多少观众点击观看了这部影片，就会形成展示点击率。如果展示点击率越高，推荐量就会增加，之后就会计算观众观看了多长时间的影片。因为 YouTube 不仅看重观众是否想要点开这部影片，也会更看重这部影片是否是高质量的影片，让观众留在这个平台上。所以如果这漏斗图里面数据都很高，那么 YouTube 算法就会推荐你的影片给越来越多观众，你频道流量就会越来越多。对于这期影片来说，有很多比较难理解的信息，所以我来总结一下今天这期影片的主要信息。YouTube 演算法是针对观众的，它会观察观众的观看行为，还有在其他网站上面的行为，这样它就能够把观众吸引到 YouTube 这个平台上。YouTube 平台总共有2个算法，推荐算法还有搜索算法。对于搜索算法，你需要找到高搜索量关键词，你可以使用 TubeBuddy 这个工具，然后你需要加入一些合适的元素句，让你影片出现在搜索排名前列。而对于推荐算法，你需要在你标题里面融入更多情绪的元素，去激发起观众的好奇心，去让他们想要点开这部影片。同时你需要优化影片内容，让观众观看更长时间。如果你想要知道如何让影片变得更有趣，让观众观看更长时间，去更好的帮助你积累更多的观看时长，可以去看我这期影片。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点个赞。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欢迎订阅我频道。如果你想和我更多互动，可以关注 IG， 在底下描述栏也有很多精英 YouTube 频道使用工具。那么下次再见，拜拜。